在谈感情的时候，有一个时刻啊，特别煎熬，就是当你发现了对方好像变得越来越不爱你，而在那个过程里面，因为你还是很重视这个关系，所以你很希望对方更在乎你，花更多心思在你身上，让你的不安全感可以下降。反而在要的过程，要越多，他退越远，到后来好像我们就只能整天都被那样的焦虑内耗给笼罩了。而一段关系到底是如何从两个人是相爱的，处到后来两个人的距离变远了。之前呢，几乎很多在聊语法，我们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但是这一集我们来聊啊，到底是在感情当中哪5个相处上的致命伤会造成两个人的关系会变远。相信呢，我们只要可以提前理解这5个致命伤，对于提升我们关系的免疫力呢，帮助就非常大了。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 Jaco。好久不见，我是莎莎。究竟呢，在感情当中的5个致命伤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解。第一个是我永远是对的，譬如说像我朋友就常常跟我抱怨说他先生就是这样对他的。那因为大部分我身边的女生朋友是不会讲所谓的逻辑的，所以他总是用我觉得怎样怎样，然后先生就会反驳他说你这样跟我讲，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你这样讲没有逻辑，反正我就是对的，这件事就是这样做，这样子。哦，对，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对的，它本身展现出来的界限感就很重。对，就是没得谈啊。对，而且到后来，比方说，好，今天假设我认为我是对的，但是你执意要这样做，好，那他还会觉得你不理解我，你不尊重我，站在对立面。对，那他就更有可能在关系当中产生一种撕裂的感觉。这一个点到底要怎么去破除？其实啊，我们只要可以去理解到一件事，你看哦，我们就这样想了。今天当然对于事情的判断来讲，有一些人他是比较有分析的能力，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不是用对错去看。因为对错它只是其中一个维度，第二个可能你还要再加上利弊的考量。有些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些眼前看似是吃亏，可是是为了顾全大局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看一件事情只剩对错的角度，他真的很有可能进入一种判官的思维。他看到事情呢，人情可能没那么重要，对，利弊没那么重要，长远性没那么重要，或者是有一个人他全部都会顾及到了。但是他忽略到一件事情，当今天呢，我们去对于别人的行为去评断对错的时候，我都是对的，那他就会出现上对下的感觉。如果是夫妻关系，久了一定会有一方他会是一直在压抑跟忍耐，到最后就受不了。一定要记得，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同时存在3个世界。第一个是我自己用我这辈子的人生经验，而且还是有限的人生经验，我去认识了一个世界，所以在我心中这个世界是长一个样子。可是假设我是在跟你沟通，所以其实你从小到大你的生长经验包含你的认知，所以在你心中你认为的世界跟我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2者之间它不一定是完全密合的，因此呢，我的世界的对错不一定在你的世界是成立的。可是还有第3个，这个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有可能有的人认为是机会很多，有的人是认为逐渐没落了，有的人认为是危机重重。可是呢，我们所有人的认为，顶多只能代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切角，无法完整去代表这一个世界。那既然是这样，我们的判断真的能够有足够的资讯来证明我们是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吗？不行啊，其实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要打破刚刚那一个第一个致命伤，就会先意识到刚刚讲的这几点。假设你今天是那个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一个人，那或许有机会为你的思考呢多一些弹性，因为我相信你很多判断都会是对的，可是呢，加上人情的考量，每一个人的心态的考量，甚至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他可能要透过他的选择，他需要去撞到墙壁，他才会从那次的经验学到一点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从一件事情来看，我可以判断对错，加上利弊的分析，加上未来的可能性的串联，甚至呢加上每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因为好坏是他负责，所以我认为的对或错未必适用在别人身上，对不对？最后一个是这样，如果一段关系我永远是对的啊，到后来关系没了，请问你的正确性为你带来的生活是变得更好还更坏？我觉得这一个思考呢，会是我自己也曾经进入过这样的状态。那我当时是因为想开了刚刚那些点，后来我再跟别人沟通，弹性空间就变大了。第二个致命伤就是有托付的心态。我觉得如果我们给托付心态下一个定义，它的概念比较像是说，我有一个人把他的幸福托付给另外一个人，所以概念就是未来我的幸福都要靠你要做什么，对，才可以带给我幸福，比方说你要给我怎样的物质条件，你还要给我情绪价值，你还要接受我的控制，每天要跟我说什么做什么，我就会感觉到被爱，所以我能不能幸福的这一个责任，我全部托付在你身上。我们来想一件事好了，假设如果有一天我谈了一段感情，而我在那段感情里面，我是使用这种托付心态在跟他相处的，所以我的快乐要由他来给我。别人的另外一半都可以怎样对他？你看我还是男生，对不对？对。如果我跟我的另外一半说，你看别人的男朋友都不用做事，这个例子等一下就引战了。对啊，对，好危险超危险的。我先说这不是我，现在是举例。好，那你们会怎样去看待这个男生？会觉得很小家子气。可是呢，我们再来谈这样产生的影响。如果我真的是这样想的，那我在跟我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我是会想要做更多，也带给他一些好的回馈、好的爱，然后好的价值。还是我比较多是站在索取者的角度。索取者吧，对不对？对。而且我的情绪很简单，你今天没有满足我，我就可以飙你，因为我的快乐责任是在你身上。这样整个压力超大的。对。所以我觉得以托付心态来讲，它会延伸蛮多影响的，包含像什么？包含像那如果今天我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其实这段关系里面是我需要他比较多，但是后来我们相处久了，我对他也产生依赖了。对，因为我的快乐都是他供应给我的。那到后来他如果腻了呢？到后来他如果厌倦了呢？很有可能甚至讲一个比较直接，到后来他累了呢？对，好，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段关系就 over 了。那他还会再给我吗？那这样子，这个人不就陷入深深的痛苦了吗？所以有可能换我开始更痛苦。对，因为我要的东西我拿不到。对，所以当我们把托付心态改成是我们两个人都愿意为了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我们都愿意让彼此更好，以着这一个心态再来谈相处的开心，那是不是就变成是我原本是一个索取者，到后来我才有可能变成我同时是索取者也是给予者，这感觉才是一段健康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我想要谈第三个，当有一天你可以在一段关系里面，你的人生的快乐，你人生的幸福，你全部都可以透过你自己的安排可以去掌握起来，而你在关系当中，你就会处在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对，因为你就变成是对方没有一定要给你什么，对不对？那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想要跟你在一起 OK 在一起开心我们就好好聊天，那我没有要跟你吵什么，所以我们两个的相处是不是相对自在的时候就比较多。所以当我们可以先跳脱这样的托付心态，或许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少掉有很多会出现那种你应该要做什么，对，你应该要给我什么，你应该要为我的快乐我的幸福去付出什么，因为过多的索取到后来很有可能你会触犯的要么是让那个人变累了，对，要么是那一个人也失衡了。第三点就是不愿意说出内心的感受。我觉得如果到不愿意说出内心的感受，对不对？它比较有可能带来的第一个是表面上接受到的资讯，好像是我跟你关系不亲，
但是第二个呢，他如果带到那种真正伴侣在相处的情境，难免都会遇到要协调、要沟通，甚至会有争吵的时候。但是如果其中一方什么都不讲，心里的感受也不讲，心里的想法也不讲，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会觉得这样就不开心啊？是不是？你觉得我没有办法为你分担这些事情？一个是不开心，甚至会有无力感，或者他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每次用尽力气要跟你沟通一些什么事，到后来我只看到一个漠然的表情。对，那我刚刚谈的那一些都是我在意的，我想要跟你谈的事情，可是好像我丢过去只是丢到墙壁还会回弹。对，那个很像丢到一个没有底的深井，对，丢下去还没声音。可我觉得有的情况是，就是可能某一方会觉得自己消化这个情绪就好，然后但是因为当下可能还没办法消化，所以就选择不讲，这样也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说，如果不愿意说出心里的想法或情绪，对不对？他真的要看他是一个偶发式的行为，是为了避免两个人争吵，事后他还会主动发起另外一次的沟通，还是说他就这样就没了？如果很常是第二个，就是我就不想吵所以我就放在心里面，然后事后也不讲了。下次再发起一次沟通，还是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到后来两个人会真的其中一方会感觉我们这样还算在一起吗？如果我们今天两个人都是有心要在一起的，那现在关系当中出现一些事情需要沟通跟协调，只要我们先假设一个情况，发起沟通的这一个人也不是那种非常指责类型的，也真的是想要好好讲，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永远都是不愿意交流心里的想法，不愿意沟通，那这个时候一直想要沟通这一个人也会累。所以未来如果你在相处的时候，你当下的不愿意交流，真的是因为你觉得现在不是好的时机点，或者是你自己也还没有想清楚，你很希望的是你想完之后再来跟他讲，对不对？请你在那个当下至少也让他知道说，过几天或什么时候你一定会再跟他找个时间聊这件事，那这样的话他在那个当下就比较安心一点点。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不想要把我心里的感觉讲出来，有可能是因为我怕会吵，所以不讲，但是有可能不讲之后反而吵更久，这是第一个。但是另外一种人的担心是，我不敢把我心里的感觉讲出来，是因为可能我讲出来之后你不会爱上这样真实的我。对，有可能是我对我自己真正的那一个想法，真实的我过去有过一些伤害，所以我认为我只要讲出来，反而你就不会爱我，所以有些人就不会讲，对。那如果是第二个情况啊，我想要特别谈说，当我们心里会一直担心说，真实的我是没有人要的，只要你这个信念够强烈，对不对？你会发现你很难变得有自信，而在一个很难变得有自信的情况下呢，你在跟他的相处，你会更有可能出现一种，要么是过度讨好，要么是过度的保护自己，因为我们可能连自己都不去接纳自己的真实的某一个切角。所以啊，如果说你愿意试试看的话，我自己有一个思考，对我而言算是有帮助到，那可能少部分的观众会需要就是啊，我自己总会这样想，如果我们把交往跟一个人谈感情，对不对？我们真的有打算跟他谈好，假设20年30年，那我们来想一件事你觉得啊，你跟他的热恋期大概会是几年？5到8年左右吧。那后面的好，假设30年，然后热恋期有8年，那8年之后等于还有22年。你觉得接下来的22年，你有可能是对他爱越来越炙热吗？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很难讲。再来呢，那如果他的容貌慢慢改变了，他的条件也改变了，甚至他也遇过低潮了，甚至你也看到他一些缺点了，对，也是有优点的地方，对。那这个时候，你还会非常的担心失去他吗？应该就慢慢不会了。为什么这么冷血？没有啦，我看一下。我跟你说，但是这其实我想讲的，有一些情况是因为那个当下真的很爱，所以他会觉得我没他不行。可是当你能够把一段感情，你把它延长时间下去看，你会发现你们可能真正会有非常热恋的那个感觉，可能就是10年以内。对。可是呢，那10年之后会变什么？
会被什么取代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相处合不合得来骗不了人，价值观合不合骗不了人。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所有的好与坏的感受骗不了人。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何不就真实的做自己？对啊，对，只是我们学会是话好好的讲出来而已。那如果真实的做自己之后，你发现对方就不喜欢这个真实的你，那至少我们提前知道。对啊，也不用耗这么久。对，你不用到10年之后才知道，对不对？对。可是那如果真实的你是对方喜欢的，可以接受的，那这个时候你们相处起来是不是你自在，他也自在？对。所以我觉得第三个不愿意说出心里的感受呢，我大概分析的是刚刚这几个情况哦。那再来，我们来到第4个，维持表面的和谐。对，其实很像苹果皮的概念啊，就是外面苹果看起来很漂亮，结果里面已经烂光了。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已经有点像是其中一个人也决定把心门关起来。没错。对吧？才会这样子，才会变成是里面有烂掉，但是已经不解决了。对，而且他也没有想要再让这件事变得再更好，而且可能对这段婚姻生活已经麻木了。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维持表面式的和谐，很有可能他对这一个关系已经没有期望了。但也就这样，没有要放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第4点呢，它是看似好像没什么，但是它是时间一久了，有可能两个人心里的那一个到底还要继续吗？这个声音就越来越大。对，会越来越痛苦。因为如果他已经对一段关系都没有期望了，可是他还身处在那段关系里面，到后来带给他的会是更多的矛盾跟挣扎。而且很多时候会继续维持，通常都是为了小朋友。我的影片留言区有时候都会看到这种留言。那我其实看到的时候都只能在心里祝福他们，有一天能够找到一个对他们而言好的结局，这样。因为我不太能回应就是现在进行式的问题，对，但是会知道说，一旦走入那一个情况，哇，你不管选哪一边，都是代价都很大。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这一集，其实就是提前让大家至少知道说，原来我们在处关系的时候有哪些是致命伤，我们可以闪，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提前可以先观察他有没有这一些习惯。因为有些人会问我说啊，他有这个习惯，我怎么跟他沟通？我心里都会想说，他有这个习惯就不是你靠沟通可以解决的。对啊，的确是不容易啊。对，不容易。所以与其说你要去沟通别人的习惯变成你想要的，更省力的做法是找一个他的习惯，你光这样观察起来可能都差不多。对，我聊一个比较是商业上的资讯好了。有一个是写《领导的黄金法则》这本书的作者，那他里面其实就谈到领导力嘛，但是啊，他在谈领导力的时候就特别谈到一个题，那一个题就是有人问说，就是如何领导，然后教他员工变得有礼貌这样。他的解题路线就是他不会去挑要教他如何变得有礼貌，他只会去找有礼貌的人。这样真的省力多了。对，可是其实这个不只是省力而已，而是他已经看清楚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品德、一个人的惯性，他很难打破。那在商业的世界，我不肯花那么多时间去打破这个东西。对，所以与其我要教一个没有斗志的人变得有斗志，那我去找有斗志的人或者有需求的人。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谈的这一个，一旦呢我们已经知道今天啊，如果你遇到的是想要维持表面的和谐，对不对？那如果一个情况现在是你还有想要，可是对方已经在跟你维持表面的和谐了，那换成是你会怎么做？我可能会跟他约时间，然后好好的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到底要继续下去，还是做怎样的解决方式这样子。对，所以你等于会是去直面他的想法就对了。对啊，如果有什么看不惯的或是什么没有办法就是习惯的地方的话，我们可以聊聊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让我们现在变成这样。
我其实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有听到一个关键点、因为你刚刚说的是我会跟他约个时间聊一聊，到底是要再继续还是有什么还是可以谈的。对，我觉得这一个心态蛮好的。当我们已经知道眼前的人不抱期望，那你的心里也没有打算继续演下去，或者是你的心里甚至是祝福对方，不希望对方继续待在这样痛苦的感觉，被困在这里，对不对？被困在这里，这你也不想要，所以你是以着祝福的心态去发起一次的沟通，对，跟他聊聊看，能不能我们针对现在我们两个关系，你心里的期望是什么？对，然后是已经没有想要努力了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大家能够把心里话聊出来，对，因为我觉得至少有聊有机会，然后如果真的不适合，我们也真的也不行了，对。可是呢，我们都要意识到，一旦我们进入这种维持表面的和谐，时间一久了，真的会变室友。对啊，对，那变室友之后，到底会不会对两个人都是好的选择？这个就看每一个人的情况。对，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呢，这一个致命伤是我觉得也蛮值得思考的。那第五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沟通时候的冲突。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处理沟通的冲突。我可以至少用3个情况来讲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的说话方式总是会让那次的沟通变冲突，可是他自己不知道。对，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对，所以如果我们是第一种，而你不想要这样，那你就记得一件事：报名36度关系，自己再promote一下，没有？就是那你至少要先知道说，你能不能去找你身边信得过的人，而且他对你讲话不会藏，他会跟你讲真心话，你请他真的给你他对你的观察对，然后请他在你的沟通表达方式上面，请他给你一些真的就是真实的回馈，你是有可能从这里面找到原因的，这是第一个。对啊，第二个当然我觉得上课比较快，那或者呢，你去找你身边很会沟通的人，然后呢，你要能够在他面前原因重现，你在跟你的另外一半沟通表达，你完全的语气态度跟你使用的文字，其实有沟通能力一看就大概知道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对，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所以这一个算是比较不用花钱的方法。但是至于怎么样可以从我们的想法一直到心态，一直到判断事情的方式到沟通，如果是一系列的这样的资讯，你要一次大调整的话，通常会是上课程会对你来讲的帮助比较大。对，好。但是第二个情况是另外一个人不喜欢冲突，有点像之前的我。对，所以当有一个人要跟他沟通比较强硬，但是其实真的是要讨论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人不喜欢冲突的感觉，所以他会习惯回避嘛。一回避冲突之后，出现的情况就是真正该讨论的事没讨论，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到后来就变成第4个维持表面式的和谐？因为另外一个也不讲了。对，因为我知道我想要跟你沟通，你行为告诉我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情况是回避冲突的人。那如果我们今天是比较容易在沟通里面去回避冲突的话，那你反而可以去想一件事情你的回避是为了让什么变得更好？在你回避那次的沟通之后，在你们所重视的关系里面，你能不能拿到你要的？对，如果可以那 OK， 可是如果不行，原则上回避它不会是一个一直都可以沿用的策略嘛。可是有的人就会说但是我就是会怕，我就不喜欢。对，那如果你说出这句话，对不对？我还是想要再额外再延伸问一句，你今天做的一个回应策略，是因为来自于你的害怕，你的不喜欢，而你现在很清楚知道它会让你要的那段关系不见，那这是你可以接受的结果吗？这才是我觉得他最需要去问的。对，因为如果他说是我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那就继续，不要到后来又变成是关系散又怪在谁身上。可是从来不会去看自己在这里面，其实一段感情会走散，两个人可能在当中都有一些行为责任要担负。对，可是不是对别人交代，是对自己交代。对，对不对？因为今天我们选择做或不做都有后果。那我觉得到第3个情况，两个人在沟通冲突的时候，两个人都是那个战力大概可以到12000分的那一种没有人在喊停的就是你敲我一拳，我直接给你一个那个反向肘击的概念。那他们这样就会变成是说，
每次的想法不一样，他都选择用冲突来解决。那他很有可能一开始是言语上的冲突，到后来就会变肢体上的冲突。我觉得关系里面一旦有出现肢体上的冲突，对不对？假设又不是只有一次，他很有可能就会很多次。的确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在沟通里面，我们自己要拥有一个能力是，你发现两个人的沟通的氛围开始有要冲突的感觉，你至少要有3个简单的习惯。第一个，你要有喊停的能力；第二个，你要有能够让别人说什么你都还可以保持冷静的能力；最后一个是你自己也要知道说对方的这个个性，你当下在跟他冲突的点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跟他讲，你比较能够达成你的沟通目标。对，你至少要有这样的判断力。那当你有这3个之后，你往后再跟别人，不管是跟哪一任相处，别人想要跟你吵，他也不一定吵得起来。只要我们可以做到这一些呢，这5个在谈感情的时候关键的致命伤，我们都可以完美的闪过。等一下，老师，我有问题。是，就是最后一个第3点，应该有很多人会觉得比较困难一点，就是依着对方的个性要怎么去跟他沟通，你才能达到你要的效果这一件事情。他们可以就是透过什么方式去把这件事情的能力拿到？第一个前提是你对于对方的特性要有一定的掌握。对，比方说他是属于比较理性分析的，还是比较是强势类型的，还是属于比较温和，想事情想很久了。通常想很久了不会喜欢跟人家冲突，对。可是通常是强势加理性分析，还有一种就是感性很强烈的那一种，很注重情绪价值的这一种，他们情绪一上来是很容易压不下来。所以第一个你至少要大概可以用分型的概念去分析它。第二个我们就要知道说，那今天以你认识的他，哪些话是地雷？对，因为有些人是这样，他明明知道那些话是地雷，我每次讲了对方就爆了，但是他会怪的是，那为什么我讲的话你就要把它解读到你要爆？而不是去避开那些词语。而且他甚至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踩了你的地雷，我让你爆了，我认为这是你解读的错啊，所以呢接下来我还希望你要对我好。他会认为别人受的伤都不算。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对，因为等于是说你现在只看得到别人的行为对待我们产生的那些不好的感觉，我们有看到，但是我们却认为那不是一个事，就是别人因为我们讲的话受伤了，可是呢那个不重要。对，因为是你惹我生气了，所以你受伤应该。对，但是有些时候如果那个你惹我生气的这件事情它是因为托付心态产生的，你应该要带给我快乐，可是你没有，可是在别人的世界他觉得他没做错，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是双方的判断不一样。在一个人认为他没做错的情况下，眼前的那一个人又用言语去伤到他，你觉得他那个伤是更大还是更小？更大。所以在对方受的伤害更大的时候，他还要在那个状态下没时间包扎自己的伤口，然后还要赶快过来再应付眼前的人。那你说这个关系要近，要一直都可以这样不心累，还要可以怡然自得的，不容易。真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总共聊了5个相处上的思考。第一个是我总是对的，第二个呢是托付心态，第3个是不愿意交流心里的感受，第4个是维持表面式的和谐，第5个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沟通冲突。当我们可以知道说原来这5个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关系的，尤其时间越久它有可能影响的范围就越大。因此如果我们开始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思考，未来你想要挑伴侣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思考去观察一下他在这5个重要的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的习惯怎么样。因为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改变一个人难度高很多，但是呢选一个相对比较适合的人，对你来讲人生会省力跟开心非常多。那跟你不合，或者他跟我们不合，也不代表他多好或多坏，就只是人都不一样。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感谢大家收听到这边，我是 Jaco， 我是莎莎，我们下次见。